最近中国爆出了食用油安全危机，运送完化工液体的这个油罐车竟然不清洗就直接继续装食用油运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油罐车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中国媒体《新京报》揭露中国食用油运输内幕，原来呢，一些运输一体货物的油罐车，在送完了工业用的煤制油之后，竟然没有任何的清洗，就直接继续的装食用油运送。而且这还不是个案，记者调查发现呢，有多部运输用的油罐车会这样做，甚至呢，有司机说这是行业公开的秘密。这油罐车运的食用油呢，也不是来自于不知名的小油厂，而是中国国营企业中储粮集团和知名的私人企业惠普粮油集团。而那事情被爆出之后呢，一时间呢众说纷纭，有人好奇这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人开始揣测《新京报》报道的用意，甚至呢有人怀疑《新京报》只点名几家中国本土油厂涉案，没有提及外商油厂是在故意的打压中国企业。阴谋论谣言四起中国民众呢也变得格外的恐慌，许多人开始不敢吃市面上面的食用油，决定自己动手榨猪油，也有人呢不惜花高价从国外进口罐装油，甚至呢还有呼吁大家一起去香港抢油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中国，油罐车不清洗混装工业用油与食用油是常见的现象吗？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纰漏？中国政府会回应跟处理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一个成年人每分钟会呼吸14次，一天的呼吸量就高达1万公升。这么大量的空气在身体进出，说空气品质的好坏也就更加重要。空气当中的污染物不只存在于户外，尘螨、废气、各种悬浮微粒也会随空气飘进家中，造成健康的负担与过敏问题。那如果你也深受过敏问题困扰，现在有救了！介绍你这台医疗院所等级的克利净 CS101 Max 超能雷神全智能空气清净机，除湿旗舰款。克利净 CS101 Max 有独家的专利电浆系统，能够有效的过滤空气当中的尘螨、脏污、宠物毛发等过敏源。出风口呢，号称验不出一丁点的悬浮微粒，而且它还针对台湾气候设计，不止清净空气，还有除湿功能，超强2合1，一台就改善2大过敏问题。另外，一般清净机的内部机构容易越用越脏，用久之后出风口反而 PM0.3爆表，变成另外一种空污制造机。但克利净的气密结构设计呢，能够让风道的风扇保持干净，确保脏污只沾滤网不沾其他地方。重点是克利净售后还有3年的全机保固，永久产品保养和检测。到付安装前还会先帮你免费的做居家污染源检测。如果你正在找一台功能强大、同时外观美型的空气清净机，现在就点击资讯上的链接，赶上最后一波的早鸟募资吧。7月2日，《新京报》呢发布了报道，说中国的一些油罐车在运送完煤制油之后，不清洗就直接装载食用大豆油。例如5月中旬，《新京报》记者跟车一辆尾号是 65Z 的油罐车发现这辆油罐车呢从宁夏出发，运送煤制油到河北省的这个秦皇岛市，休息几天之后呢，开进了当地一家叫做惠普粮油集团的中国制油私人企业，装满了食用大豆油。而这期间呢，记者发现油罐车没有经过任何的清洗。之后，记者呢又跟车另外一辆尾号是 76W 的油罐车，发现呢也是类似的状况。这辆车开到天津卸完煤制油之后，又开进了中国国营制油企业中储粮装食用油。记者发现这辆油罐车在进入食用油厂区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厂内呢也没有人在检查这个装油的罐呢是不是干净的，有没有清洗过。而且这样的案例很可能不止1-2个，有司机向记者透露，不清洗就接着运食用油，在行业内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涉案的油厂也很可能不止报道当中提到的那2家。报道出来之后呢，有中国网友进行调查，他们使用能够查询油罐车行车轨迹的发货帮 App， 追踪报道点名的几辆油罐车。发现那辆尾号呢是 76W 的油罐车，曾经在6月初进入过一家叫做益海嘉里的食品工业公司。这家公司呢隶属于金龙鱼集团，而金龙鱼呢是新加坡益海嘉里集团旗下的著名粮油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市场的产油率接近了 40%。油罐车不清洗，连金龙鱼这样子的大品牌食用油都可能因此受到污染。那如果真的吃到这些被工业污染的油，身体也可能受到伤害。刚提到的油罐车先运送的煤制油呢，是属于化工产品，常常是工业用，被工厂拿来当作燃料。那煤制油里面呢，含有重金属跟苯等等的元素，这些元素对人体有害。如果油罐车装完煤制油之后不清洗就装食用油，那这些有害的元素也会一起混入到食用油当中，并随之一起进入人的体内。
中国上海食品安全研究会的专家就说，食用油当中混入的酶制油不多的话呢，消费者平时食用时很难分辨出来。但如果长期摄入含有化工残留的油，消费者可能会中毒，并出现恶心啊、呕吐、腹泻等等的这些状况，甚至呢严重的话，肝脏啊、肾脏等等器官也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那吃到酶制油的危害不小运输油的司机呢，也应该多少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那他们为什么仍不清洗油罐车？这中间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疏漏？在讲运输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快速的带大家了解一下中国食用油的运输模式。中国一些下游的食品加工业啊、餐饮服务业、食用油分装厂会和上游的油厂直接购买散装油，这些散装油呢会直接由油罐车装罐，从上游的这个油厂呢运送到下游的厂商。那这些油罐车呢，隶属于不同的运输公司，俗称为车队。而这些车队呢，通常跟上下游厂商没有直接的聘用关系，而是以签合约的方式合作，承接运输任务。所以呢，这些车队不会只做食用油的运输业务，也会同时的承接许多其他化工液体的运送任务。那车队的这个老板呢，接到来自不同厂商的合作订单之后，就会派这个任务给目前空闲的油罐车司机。其实呢，按理说这些油罐车送完食用油之后，回程时呢，应该不能够载其他的化工液体。但因为这几年中国做油罐车运输的这个车队越来越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大家为了抢占市场，都试图呢给厂商开出更低的运费。根据一些司机透露，在低价竞争之下呢，油罐车每程的这个运输费已经从前几年的400元人民币降到了200元人民币。运费降低但运输成本却没有下降，所以原本只专门送食用油的油罐车，为了赚钱呢，在送完了这个食用油之后，还会去接新的订单，去运输这个酶制油等等的化工液体。然后同样为了节省成本送完化工液体之后，司机也不想洗车，因为单次清洗内罐的费用至少呢要300到500人民币，有些甚至要到900，远远超过运送一趟赚的钱。而且很多时候呢，洗不洗车也不是司机说了算，主要呢是听车队老板。许多司机说洗车是老板的事，老板说洗才会洗。那很多车队的老板呢，就会为了压低这个成本，缩减洗车的频率。那除了车队的问题之外呢，油厂上下游中国政府的监管也有些没有做好的地方。新京报记者调查时就发现呢，油厂上下游并不会严格的监管食用油运输。油罐车呢到这个上游油厂装食用油的时候，很多时候油厂的工作人员呢只会看一下这个内罐的罐口是否干净，司机呢只要将罐口擦一擦就能够蒙混过关。甚至有的时候油厂工作人员呢都不会亲自检查，只看几张司机传过来的内罐照片。就算检查过了，还有些工作人员呢只看车身的标示，写的呢是不是装食用油的车，就算标志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他们也不会过问。另外，许多的油罐车车队呢，都是由下游的商家找的。上游的厂商呢，常常觉得自己只要负责出货就好，不需要额外的检查油罐车的清洗状况。这个责任呢，应该是由找车队的下游商家来承担。而许多的下游厂商呢，也不会额外的去检查运来的油的状况，这导致油罐车的清洗状况，实际上呢，几乎是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除了这些问题许多的油罐车的运输订单呢，还会经过层层转包，实际在送货的车辆很可能买卖双方都不熟悉，这也更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那除了厂商以外呢，中国政府的法律规范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2014年开始，中国开始实施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这份规范当中提到呢，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的容器，不得使用非食用植物油罐车或者是容器运输。另外呢，在装入油脂之前呢，也应对这个容器进行清洁。但是对于规范里面的内容是否有强制的约束力，却有不少的争议。有人说，这个规范呢只是建议而没有强制性，对于使用油的厂商的约束力有限。那也有专家说，相关的企业在制定这个企业标准的时候，要以这个作为依据，可以比这个标准更加的严格，但一般来说并不能够低于这个标准。不过不管规定是怎么样对于民众来说呢，爆出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这个事件呢，也在中国民众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现在还没有调查出中国市面上面在贩售的油究竟有没有受到污染，但民众对于这起事件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安。许多人开始避开涉案品牌的产品，有些人呢选择自己榨猪油来用，还有人号召大家前往香港抢油。那除了不敢买市面上面的油，也有一些人呢不敢吃外食点外送，因为不知道这些食物中油的来源。而且呢，还有消息说，新京报爆出的问题油罐车将一些油送到了学校知名医院的餐厅，而这个消息呢，让大家更加的恐慌，担心小孩老人的用食安全。而
而在这些恐慌的气氛之下呢，多个食用油品牌的股票也开始大跌，像是金龙鱼呢，在被爆出了可能涉案之后，一天之内股价大跌了超过 8%， 创下了历史新低。而这也反映出许多民众都很担心中国的食安状况。不过与此同时呢，也有另外一批人说这根本没有必要担忧，甚至说报道这起事件的《新京报》是在故意的制造恐慌，从而打压中国的粮油企业。有人说，《新京报》报道当中点名涉案的中储粮还有惠福粮油呢，都是中国本土品牌，而报道当中呢却没有提到外商金龙鱼。有人质疑说，《新京报》呢是在刻意隐瞒外商也可能涉案，为的是打压国企，帮助外商赢得食用油的市场竞争。还有说，这整起事件呢其实都是本土品牌跟外商品牌之间的商战，外商呢是故意向媒体爆料，甚至说《新京报》是被外商给收买了。那除了猜测呢，还有一些中国网友发文说，油罐车不清洗并没有那么可怕，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状况。有人还抛出呢，声称是自己拍的日本油罐车照片，说这个照片呢可以看出日本的食用油也会跟化工液体共用一辆车。不过 po 文的底下呢，也有许多的留言说，这张照片根本不能够说明什么，而且日本也没有新闻爆出过类似的状况。他们的法律呢也有明确的规定说，食用液体要专车专送，送货的油罐车呢也要定期的清洗。各种阴谋论传得沸沸扬扬，大家也更好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面对这些疑问跟质疑呢，涉案的厂商与中国官方也都出面回应了。事件发生之后呢，3个被爆出可能涉案的厂商都有出面回应。惠福洋流说呢，他们的产品没有食安问题，而且来他们油厂运货的油罐车都是下游厂商找的车队，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对运输过程负责。金龙鱼也说呢，他们已经内部自我检查过，觉得产品制作运输各环节没有安全问题。针对网友说的涉案油罐车来过金龙鱼公司，他们回应说，在油装罐之前呢，他们确认车已经是清洗过的，而且装的油也经过食品安全检测。而另外一家中储粮呢，则回应的相对的含糊，只说会开展这个专项排查，终止与违反规定的运输单位合作，并将相关的单位列入黑名单。油厂呢都有出来回应但负责运输的公司却一直保持沉默。到我们截稿之前呢，都没有任何的油罐车车队出来说明状况。那除了涉案的厂商呢，车队啊，中国官方呢也都有所行动。天津还有河北市场监管部门说，目前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之后呢会公开最终的调查结果。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也说，将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这个问题油罐车事件，并且依法严惩相关的违法企业还有责任人。那虽然中国官方说会彻底的调查，但许多的欧美媒体担心，现在呢，在中国这个舆论环境之下，这件事很可能会不了了之。一些欧美媒体分析呢，这次中国政府的处理呢，也是像他们之前应对食安危机那个样子，选择冷处理，也就是控制媒体的报道，并封锁相关热门讨论的关键字。例如在微博等等的社群媒体上面呢，搜索油罐车相关的关键词，也只能够看到官方筛选过后的部分 po 文跟留言。民众发出的贴文随时呢都有可能被封锁还有删除，没有办法在社群上面自由的讨论这件事情。那除了讨论遭到封锁，在新京报揭露油罐车事件之后，其他中国媒体并没有跟着线索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大部分的媒体呢只转述新京报的报道，甚至有报道该事件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呢还下落不明。报道发出1周之后，有人发现在微博上面搜寻新京报韩福涛时，微博呢会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或用户不存在。韩福涛的微博疑似被删除，有许多人怀疑他很可能是被消失了，这也引起了外界担忧他的人身安全。另外呢，能够查询油罐车轨迹的发货帮 App 呢，也突然下架查轨迹的功能。App 官方说，他们只是在升级维护，然而呢，一直到现在这个功能都没有重新推出。一些欧美的媒体担心在舆论晋升的环境之下呢，油罐车事件的一些内幕可能会被掩盖，运输规范的后续调整呢，也会缺乏舆论监督。在研究这次中国油罐车事件时呢，我发现网络上面有许多人都在笑中国的民众反应太夸张，觉得呢他们要自己榨油啊，去香港抢油不太合理，显得太过于焦虑。但我们其实还蛮能够理解民众的焦虑的，因为比起政治议题民生议题离他们的生活更近，也更容易引起民怨。尤其像食用油是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那如果已经没有规范一段时间了，真的有大批的油因此受到污染的话，这个问题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许多人的健康都可能因此受损。而且我们觉得这起事件当中呢，还有许多的疑点，许多的讯息也没有公开透明，这种不确定性呢，会让民众变得更加的焦虑。像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事情揭露之后呢，却没有官方的组织去调查，现在市面上面的油究竟有没有因此受到污染？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只说会调查，但没有具体说会查些什么跟怎么调查。然后相关的法律规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光是现有的运输规范究竟有没有强制的约束力，都有很多的说法。
那另外规范是怎么样执行的，官方会怎么样监督，这运作呢，大家也都不太知道，也无从了解起。在这有很多的未知不确定的氛围之下呢，民众只能够依靠中国官方之后的调查报告。但我们担忧，在媒体缺席、无法跟进调查的状况之下，这一事件当中的一些资讯，尤其是对于政府不利的资讯，可能会没有办法被揭露出来。那随着大家关注的热度渐渐的下去，这件事情有可能也会不了了之。即使这个中国官方确实整治相关的问题，但媒体民众缺乏监管的方式，后续相关产业是否真的落实，就民众的角度来说呢，也可能会觉得不乐观。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你觉得中国官方会怎么样处理后续呢？A 不处理等舆论自己冷却 ；B 展开调查直接整治，但不会公布调查的经过；C 修改相关的规范严惩涉案的所有人。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油罐车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进口美猪、美牛争议以及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